看着和天书一样的，很迷茫。又到了不开心的推线时间。今天我要学习衬衫打版，反正我搞不清概念，我还特地穿了一件衬衫，到时候老师讲的时候就可以对应衣服上那些细节了。然后我今天的头发配饰都是为了搭配这件衣服，看起来是不是还挺简洁的？好了，我还赶紧去教室了，老师都在等我了。没想到学个衬衫打版还要考数学，你们看这个公式密密麻麻，看得云里雾里的。我做了这么多的笔记，一直在用手机计算这个尺寸，前面后面也都已经画好了，下午我就可以根据自己尺寸来打版了。天气真的太热了，我点了一点冰饮和小说。哪里这么闲做这个剧？下午我的任务就是要根据我自己身形打版。其实我的上衣的尺寸非常的标准，我只是腰围比较小，比较难买裤子而已。计算器一定要先准备好，因为算不清。先画一条前中线，这个线越长啊，越容易歪，一定要比齐。这是我上午画的。这衬衫打版看着和天书一样的，我把老师的笔记拍下来了，按照这个步骤。我的颈肩宽是37，但是我正常穿的衣服都得到40。其实我的上半身并不窄，所以我大部分衣服都能够穿得了。腰节长40，然后就可以画领子了。你们看这个多难算啊！它是 n 除以5，也就是我的领子是33加1就是34。除以5，减去0.3，6.5。啊，又到了崩溃的推线环节。越小的线越难推。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那我这个刚刚跟这条线平行，它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没问题的，就根据每个人的身形。对，每个人尺寸不一样，它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模一样的。因为我们做15:2啊，只是为了确定这根斜线的角度。斜线角度，对，只是刚好你的数据卡上了而已。啊，对，这个我就很迷茫，这个卡上了为啥会卡上？不是100%标准的啊。好，又到了不开心的推线时间。这根线推不好，说实话推不好。你们看这个线多难画，我的个天呀！换一些还是画不好。不，笔的被我画短。我感觉我这个衣服矮看的，因为我把这个胸部放得太松了嘛。因为我开始那个地方没有听到，比如说量下来6厘米，那我这个绳是要靠下还是靠上呢？如果说没有其他款式，没有什么造型线，比如说那种分割啊、打褶之类的造型的话，它就没有地方转移吧。一般我们就会把这个绳啊放到腋下。那这衣服也是放1厘米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你画了垂直角以后呢，要画修顺一点点弧度，不然人家还有个明显的钝角啊。然后门襟这边也是放1厘米的，就全部是门襟看你用什么方法放，门襟不同的工艺手法这个不一样。比如说它是折进去，它就要放多一点。对，你这个是直接折的嘛？直接折的话呢，你这边就放3厘米。因为这不是还有领子吗？对，有领子在这儿，领子到时候会画在上面还是？它会根据这个里边弧线来画，但是呢，它不是衣服在上面，它是单独的一个裁剪，就跟这样子是个单独的，是吧？相当于是衣服就只到这个位置，只到这个领子下面那个线。其实领子就是个单独裁出来，然后缝上去。好了，前片搞定了。其实后片要简单很多，因为它有一些是固定纸。其实就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有一点点修复，一般就是前面跟后片中间差个5厘米，因为我们要留出那个剪的余量。大家天天看着我打版，是不是觉得很无聊？说实话，这个活真的是很枯燥。又要拿出我的计算机了，22.7。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后片又不用下沉呢？因为我这个就只有2厘米，后片这个高度，它不是这里有一个原本是有个下沉吗？因为我这里是刚刚好的，所以卡住了。这2厘米，刚好是2厘米。好了，你的钢也是在行为线上面了。现在是不用动，刚好到我以为画错了。那我看看我这个后片是不是这样画？可以，那放码呢？放缝的话先不放，因为我们之后明天上袖子呢，还要量这个尺寸和这个尺寸的数据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提前结束，我都还没有到下课时间就完成了，感觉我今天进度还挺快的。
因为我今天来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点，没有赶上同学们刚开始的课，但是我后面自己把进度赶上来了，疯狂跟着老师做笔记。哒哒哒，明天我就把这个带过来。然后接着就是做领子呀，然后做袖子啊之类的。然后第3节课我就可以做衬衫了。我已经买好了2块布，但是那2块布我觉得成本有点高，在我技术达不到的时候，我先暂时不用吧。到时候先用那个练手的布料来做一下。好啦，下课回家。